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这个视频呢，又不是一个美妆视频。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在下我们没见过面，但是之前就在我朋友圈的一个国内的粉丝。因为我记得好像18年我回国的时候，我们还在交流他的感情问题。在我看来，其实很多女生都是非常柔弱的，即使她外表上或者是语言上让人感觉好像很强势一样，越是这样子的人，她的内心就越缺乏安全感。这个柔弱感是没有办法被熟人，就是被这种身边的亲戚朋友这样子去点破、去戳破的。所以这种类型的女性，她往往更喜欢给就像我这样子的这种陌生的朋友去聊这样的话题。感情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为人处事。我今天分享的话题是我自己认为就是在理论上非常有效的帮大家去解决。如果你一旦发现男友或者是老公出轨，你应该怎么样处理接下来自己的感情呢？第一步呢，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找一个人去倾听你的故事。现在这个社会谁家都不管谁家的事儿，那除了可能要好的几个亲朋其他人你跟他讲这种话没有一点点意义和价值。朋友中间肯定有真心实意为你去着想，帮你去解决问题的人，但是这个秤砣呢，它是会偏移的。不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这个事情被一方去阐述的时候，那朋友多少他会带着一种比如说维护你呵护你或者带着我这个气氛在这个心里面。那这个时候他给你的建议并不一定是好的建议，那这是一点。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很害怕去展现出我们生活中或者是我们情感生活中不愉快的这一部分，必须得有一块遮羞布吧。尤其是比较好强要强，在生活中在事业上非常成功的女性，在这一点上往往是怎么说呢？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那这个阶段，我建议大家可以找一个，就比如说我这个朋友他找到我们两个根本没见过面，甚至我们两个视频电话都没有过，只是在语音和微信上去聊这些事情。当你像一个树叶一样在这空中飘零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依靠任何人的时候，就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正确的指引，和你没有脸面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也不是咱的过错，但是女人嘛，对吧？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人能给你一个正向的引导，或是一个公正的去评判这件事情你会觉得非常的清晰。第二点呢，就是一旦你发现有这个第三者或是男性把情感和他的关心全部都转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你会抱怨他，带有一种嫉妒在里面的。那这个时候呢，希望你去更多的关注自己。这个关注自己，比如说那你从来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或者你从来没有运动过，你从来没有一个人旅行过，那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时间点，安排好家里的一切给自己一个放纵，把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去让自己体验一下，更好的去照顾自己，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尽可能的放在自己身上。而这个事情最好不是说我加大工作量，我不去理它，不是。这个事情一定要选一个平时没有办法体验过，比如说你可以去做一个美容，哪怕你连续几天一直去这个周围的小公园里面，或者去城市周边的这些景点里面去逛一下都可以。就是把你的精力、时间和你的心态的精力放在一个不同的空间，从来未体验的这么一件事上，让自己的这个生活的重心更多的去往自己身上移。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把生活重心往孩子身上移，我告诉你肯定很难受，会觉得我为了这个家，我为了你的娃，我怎么样所以让我们尽快的走出这种特别恶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状态，我们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到自己的身上。那第三步呢，就是一定要找到抒发自己情感的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可以是什么？比如说可以是蹦迪，可以到 clubbing 你放肆去蹦吧，咱又不是天天在泡在迪吧里。但是那个时候你需要一个情感的释放，压在你身体里的那股团火，那股气，你得有地方释放出来，或者是你跑到那个高山上山顶上使劲的呐喊。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写日记。可能很多人没有这个习惯，但是这个时候你需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写出来，把你想骂的话把你身上的这股怒气把你觉得自己可怜的地方、自己委屈的地方都通过日记的方式写出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步骤，你一定要有这个，哪怕你哭得稀里哗啦没有关系，就是这个能量就压抑在心里的这团东西，它一定要有一个方式去释放出来。第四点呢，我可能跟别人的建议不一样，就是说你得明白这是一种痛苦，就是你得去体验这种痛苦。你知道这个事儿它很痛，痛就对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怎么样去决定你的婚姻，决定你的情感方向，你要知道这是痛心的，你要去体验这种痛。这种痛
短暂来讲的话，可能连呼吸都呼吸不上来，你觉得这种心疼、心缩在一起的这种感觉。但是你要以这种痛为激励自己，为让自己看得更明白，深度的体验、感觉这种痛的同时，你知道这是人生，你知道你接下来应该去做什么。我告诉你，这个事情你是没有办法逃避的，这个痛呢是一定要让你去感触到的，但是它会随着时间，会随着你的经历来慢慢的减少。但是此时此刻这个痛，你要去感知它，你越是很松的，你越是想去逃避它，这件事情会拉的持续的更长。那这个痛呢，你越是去体验它，越是在最痛的时候、最恶心的时候去体验这个痛，那这个痛其实呢，它会给你一个更好、更明确的方向。如果你一直浑浑噩噩的，那么你很可能在接下来的情感过程中，无论是不是还和这个渣男复合或者是再找一个其他的男生中，还是容易会去犯一样的错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深度体验这个痛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现在是在人生的一个最低谷。情感上是一个最低谷，可能你要面对离婚，可能你要面对分家产、分娃这种很恶心的事儿，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此时此刻我这么疼的时候，那么现在四面八方都是我上升的起点，你怎么样走，明天都比今天强。第5点呢，就是原谅。你会跟我说，别给我扯这种事情，我是永远不可能原谅他的，做了这样子伤害我、伤害家庭、伤害我孩子的事情。但是原谅是什么？原谅并不是让他去 say sorry 的这种原谅也不是说，我不应该去憎恨你，我 say sorry 的这种原谅，而是原谅自己曾经这么经历的这所有的一切，原谅自己的生活并不圆满，要把你的爱情、你的婚姻、你的情感、你的日子、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当成是你的事。你就是这个我这个我真我这个认知就是我们意识里面这个我，就是每天你闭着嘴巴闭着眼睛的时候还在能跟你讲话的这个真我，你所有的感受都是这个我的感受。所以你所有的东西，你的选择也好你的日子也好你吃的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好，你的情感经历也好，所有的感知都是我给的。当你有这个意识，你就会发现，其实任何人的抉择、任何人的叛变，跟你都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它会影响到我这个体验感，但是它并不是我的主线。我的主线就是这个，咱们就说嘛，这个潜意识里住在你身体里面，经常跟你讲话的这个我。原谅是什么？原谅就是把这件事情放在我自己的身上，用我来体验我所有所经历的一切，而不是把这件事情归罪于其他任何和我不相关的人的身上。打比方，这就像是你点了一盘菜，看上去特别好吃，就比如说在这个菜谱上，这看上去画的真好，你正在咽口水的时候，这个菜端上来了，哇，这一大盘菜跟那个画上画的一模一样。当我去夹这个筷子去尝这个菜的时候，好不好吃只有我知道。那不好吃怎么办呢？不好吃我能怪罪于我吗？我的口味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那我不好吃只能怪罪于这个东西呢，它不适合你。你也不能说我不能原谅我自己，因为我怎么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不能原谅这份菜为什么我吃着怎么这么难吃呢？因为这菜谱上这么多菜谱，您偏偏选了这个菜呀，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只有你意识到为什么我需要原谅这个人，只有你真正的去原谅他，不 care 他，你才能真正的去 get over 这件事情。第6点就是原谅之后，你需要接受自己。那么接受自己呢？只有你，只有这个我才能和我永远在一起。你要和我，就是你要和你搞好关系。你要知道，这个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这场体验就是让你身体里的这个我有喜悦感，有幸福感，有铭记感，有温度感，能记住生活中的点点美好的细节，能经历这些痛苦，这些都是我的体验。所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只要你认真的去思考，你可能会有一个，就在你的人生认知范围中有一个质的飞跃。你明白了什么是我，你明白了什么是人生，你明白了我为什么会有这些经历，你明白了这些痛苦或者是快乐的经历之后，我的方向在哪里？接受自己，接受自己之前所谓这段情感，所谓这份婚姻付出的一切，把它当成一个丰富我在人生中的这场体验。第7点，无论姐妹们你们做出哪种选择，我认为都没有错。不要听任何情感博主去劝分，我不劝分，我也不劝和，因为这场戏这个体验，整个的体验感是你独有的。你为了让你身体里的你，就身体里的这个我感到喜悦感，
有很多女孩子可能会选择原谅，我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合和分啊，它并不代表你说我是蠢，我就要跟这个渣男持续的去生活在一起，不是。我认为哪个女人啊，她的这个深度的体验，她想要的那个 moment 的开心和快乐，只有她自己知道。人生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谁能规定这就是对的，那就是错的呢？但是我在这里跟大家提醒，如果你为这个家庭付出了非常多，你觉得你的人生就在他身上，但是这个男的他还是依旧的跟别人睡了，如果他会在地上求你也好，最讨厌的男人开场白就是说我跟他没感情，我控制不住自己，那你怎么能控制不住自己呢？那人生就是这样子啊，你人生如果是躺烂的话，那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可以救了，你不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要跟他和好，你要考虑到在你的人生里他就不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人贵在什么？有责任感，有责任感和有控制欲。我认为这是对一个成年人，尤其是我们在现代生活中成年人的最基本的定义，不管对男人女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一个就是责任感，你要担负得起责任。小朋友没有什么责任感的，那这个事儿是不是你干的？他肯定是好坏事，他肯定说不是我，立马就是不是我，因为他们没有责任感，因为这是我们的天性。如果你躺烂的话，你就吃天性嘛，那你吃天性就是一个动物，就是一个畜生，对吧？第二个就是自控力，这个自控力真的是太重要了。如果一个男人没有自控力的话，他就说我控制不住，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会面临无数的谴责，他会面临家庭的纷争，他会面临很多很多特别让他讨厌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去做了，那就说明他的自控力真的是太差了。我觉得一个男人如果告诉你我爱上这个女人了，我敬她，但是你也可以真的让他们走了，不要跟一个不爱你的人，你也不要想去挽回他。这个爱这个东西一旦开始萌芽，这个东西就很恐怖了。如果他用爱当借口去睡了其他的人，也有这样的人，就是他其实根本他不知道什么是爱，那这个人更恐怖了。他今天可以爱上你，明天爱上他，后天还可以爱上别人。无论你接下来做出怎么样的抉择，你都要明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明白他不是为了去控制他，不是让他不复发，而是为了安慰自己，如果再复发了，如果今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你是否能够接受？其实就给自己打了一个预防针而已。OK， 你控制不了任何人。有些女性从这件事情中，她学习了很多，她会有一个刚才说有一个质的飞跃，在认知上，在人生上和在这种拿捏人际关系上，拿捏两性这个关系上，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也有可能原谅之后，通过你的改变和你的用功，你的婚姻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幸福。所以有一些事情来得早比来得晚强。来得早，比如说你还没有孩子，对吧？我可以离婚，我可以学会之后呢，我可以更好的走入我的婚姻里，走入新的婚姻。那你们来得晚了，比如说你5、60才意识到这个事儿的话，那就真的是非常悲催的事情了。最后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比较玄学哈。如果在你觉得，你们俩感情关系挺好的，婚姻非常的幸福，孩子也很乖，老人也很健康，家庭各个状况都很好，怎么就突然来了一件这么恶心的事儿呢？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考虑一下玄学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的事情之前早就有苗头，那这个苗头可能咱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考虑到。那咱们不说是谁的问题，但这件事情它在这么冥冥之中发生了，最满意的一个人生状态上，突然汤里面出现了一个苍蝇，为什么这么着急？这个上帝让你知道这件事儿呢？不是上帝，也有可能是小唐给你打电话了，也有可能是老公，对吧？你翻了他的手机了 ，whatever， 就是冥冥之中你怎么就突然之间的知道了一个这么恶心的事儿呢？你要考虑到是不是老天爷在使劲给你敲警钟了？就不是说像别人的情感不好，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境地不可挽回。你是在一种愉悦的幸福感中，是一个这么幸福的女人，家庭这么和睦，老公对我这么好，但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正事，这个时候一定要分。个是咱们从玄学上来讲的话，就是老天上帝他突然想解救你，你也可能是被蒙蔽了很久的，看你太可怜了，他要解救你不然的话他不会说去把这个频率就把这个节奏突然之间的转变，明白我的意思吧？第二个为什么一定要分，就是说这个事情你从头到尾的对他的信任感和你从头到尾的这种自嗨感，已经掩盖了他所有可能做出来的一切。这种两性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他在做什么你根本都不是说看不到想不到，你是根本就认为他不会去做，对这个人的认知是有强烈的这种误差感，这是特别恐怖的。
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个男朋友或者这个老公他是个啥人。一旦你遇到类似的这种状况，你按照这个步骤去走，可以帮助我们姐妹们更好的去真正的认知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歇斯底里的我一定要去打小三，对啊，我一定去呼他2巴掌啊！我认为没必要去做这种事情。当然了，就刚才说的，人生是你的，一时爽它也是爽，对吧？那么当然，我希望大家没人需要啊，大家听一听就行了，好吧？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